要知道每逢长假总会有不少电影定档，今年的五一档更是堪称神仙打架，不仅有成龙主演的喜剧电影《龙马精神》上线，还有不少大家期待值很高的主旋律作品。光是青年演员王一博就有2部作品同时上线，一部是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青春》，他在里面饰演某一单元的主角；另一部是剧情流的电影《长空之王》，他在剧中饰演飞行员雷雨。这2部作品从演员阵容来看都很豪华，尤其是《我和我的青春》作为《我和我的祖国》同系列的作品，很难让人不期待。但本期小编重点想要和大家分享的还是王一博和胡军、周冬雨等实力演员出演的《长空之王》。要知道，以飞行员为主角的影视作品向来不多，上一部和飞行员沾边的电影作品还是张涵予主演的《中国机长》，再远一点的就到了科幻以及灾难片的范畴。其实飞行员比起常见的军人要面临更多更困难的挑战。庆幸的是，王一博饰演的男主雷雨从精神面貌到角色爆发力都没有让人失望。《长空之王》这部影片讲述了雷雨、王一博饰演等飞行员经过严苛选拔，正式成为了我国新一代试飞员。他们在队长张挺、胡军饰演的带领下，参与到尖端新式战斗机的试飞工作中，在高空之上面临发动机骤停甚至失火、飞机失去控制等种种难题。他们一次次与死神过招，只为获取最极限的数据。纵然面临重重困难，他们也不曾轻言放弃，反而在不断挑战战机和自我极限的过程中获得成长，也更坚定了内心的选择。长空之王里试飞小队测试的飞机原本就是国内最顶尖隐身战机歼20，从剧方放出的实景海报和影片中，可以从多视角感受战机的力量与美感，也让人不禁发出感慨。原来我们以为的岁月静好，是有人在负重前行。这线条流畅且壮观的造物，驰骋在蔚蓝长空之上，让人心生震撼。这份肉眼可见的强大，就是守护我们美好生活的最强铠甲。虽说王一博的本职是爱豆，并不是科班出身的演员，但他的演戏经历还是很丰富的。年初上线的年代大片《无名》票房不错，他饰演的叶先生一角也颇受好评。这次五一档的《长空之王》同样令人期待，他还跟着电影剧组跑了每一个城市的路演，从观影现场的反馈就可以预测出这部电影的口碑。王一博在路演仪式上穿着也是带有飞行员标志的制服，军绿色的外套衬得他本就青涩的五官更显朝气。这个状态真的让不少粉丝梦回18年的爱豆王一博。果然，无论演员还是爱豆都要做好身材管理，这样才能稳住口碑，端好饭碗。因为王一博本来就是业内以及网友公认的4大男顶流之一，所以《长空之王》剧方也将宣传重点放在了他身上。但电影《长空之王》中还有不少实力演员加盟，其中最好认的就是这几年在各大作品中刷屏的胡军。他之前在电影《长津湖》中饰演的雷虽生一角，虽然是搞笑担当，最后下线时却也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也许是外表虽然是粗犷的北方汉子，内心的细腻温柔却塑造了一个鲜活又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胡军塑造的角色身上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厚重与坚实，作为老大哥的他，只要站在那儿就是所有人的底气。他身体力行地指导着小辈，遇到危险也总是冲在最前面，完全就是一个中国式的大家长。如果说《长空之王》这部电影非要有一个女主的话，那必然是周冬雨饰演的沈天然。其实很多人对于周冬雨的印象还停留在山楂树之恋时期，清纯的笑容如同一朵盛放的茉莉花，简直就是美好与温柔的化身，还是很少能看到她这副飒爽女兵的造型。不过作为双料影后，周冬雨选择剧本的眼光也很不错，但凡她出演的电影口碑基本都有保障。仔细算来也巧，今年五一档上线的电影中，周冬雨参演的作品就有3部，除了《长空之王》外，还有《长沙夜生活》和《我和我的青春》。只能说周冬雨和王一博也算是缘分不浅，不知道两人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合作。话题重点回到《长空之王》这部作品上，虽然这部作品关注的群体是飞行员，但和航天工作也息息相关。
旭方不仅发布海报致敬新中国航空工业成立72周年，时间线再往前，要知道最早的航天员都是由优秀空军飞行员中百里挑一精心选拔而来，可以说中国航天员都是空军的骄子。而且航天员在太空中面临的极限环境，比起飞行员可能遭遇的一系列难题，危险系数更高，但他们依旧不忘初心，愿意为了信仰而奋斗。所以后勤保障人员必须尽全力保障航天员在太空的衣食住行。而且比起普通食物而言，太空早餐唯一的目的就是持续功能，食物密度不仅高于普通食物，体积也更小，这样即便是宇航员返回地面时脱离原定轨道，也有足够的食物支撑到救援人员的到来。如果能实现航天员专属太空早餐民用化，这将成为里程碑式的重要节点，届时哪怕我们足不出户，也能轻松享受太空早餐。